大家扪心自问一下，放在10年前，你敢想象今天的画面吗？以前我们聊豪华车，聊高端制造，聊能让外国官员主动点赞的车型，脑子里跳出来的是不是清一色奔驰、宝马、路虎、保时捷？那时候国产车是什么处境？老老实实守着10万级家用市场，别说出海赚老外的钱，就连国内高端市场的话语权都完全攥在外国人手里。但这2年风向是不是彻底变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真正能在国际舞台出圈，让海外政要主动体验、公开认可的高端车型，早已不是传统的欧美豪车，而是我们的国产新能源。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前不久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汇聚了全球9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政商大佬，妥妥的世界级高端舞台。可谁能想到，本次论坛的指定接待旗舰座驾不是任何一款海外豪车，而是咱们的问界 M9。100台旗舰集体亮相，稳稳撑起了中国新能源的牌面。也正是在这场盛会期间，伦敦副市长霍华德·道伯专门抽出时间，深度试驾体验了问界 M9。很多人可能会问，一个外国副市长试驾而已，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你这么想，那就真的小看这次体验的含金量了。霍华德·道伯是伦敦城市交通民生消费的核心主管官员，他的评价不是普通网红的随口夸赞，而是结合伦敦本土路况、居民用车习惯、城市发展政策的专业判断，官方参考价值极高。而且这次试驾完全不是摆拍式的静态看车，是从头到尾完整的沉浸式实测，动态道路试驾、后排乘坐体验、全车智能功能实测，每个环节都没有敷衍。最让这位副市长眼前一亮的，毫无疑问是华为乾坤ADS5 高阶智驾。熟悉伦敦的朋友都知道，伦敦老城区的路况有多折磨人，道路狭窄，环岛遍地都是，行人、自行车、机动车混行在一起，路况复杂到离谱，对驾驶员的技术、车辆的智能体系都是极大考验。那问界 M9 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全程平顺丝滑，不管是路口会车、环岛绕行，还是行人横穿、窄路避让，系统识别精准，操作柔和，完全没有传统燃油车的顿挫和突兀感。试驾过程中，他反复观察 AR HUD 的投影画面和激光雷达的环境感知效果，看得格外认真。他说得很实在，伦敦日常通勤的驾驶压力很大，而问界这套智驾系统刚好精准解决了当地车主的核心痛点，适配度远超伦敦市面上的传统豪华 SUV。开完车，他又重点体验了后排6座座舱。大家猜猜，海外高端用户选车最看重什么？不是花哨的配置，是贴合生活的实用性。伦敦常年多雨多雪，当地家庭格外偏爱大尺寸 SUV， 日常通勤、周末露营、城郊出游都能用得上。问界 M9 的6座布局、超大后备箱空间，刚好完美匹配当地家庭的出行需求。最贴心的一点是什么？想必很多车友都想不到，伦敦郊区的充电桩密度并不高，纯电车长途出行很容易有补能焦虑，而问界 M9 提供增程、纯电双版本。增程车型直接解决了当地基建不足的短板，不用被充电桩束缚，实用性直接拉满。为了保证评价客观，他还专门对标了伦敦街头的路虎揽胜、保时捷卡宴这些老牌100万级豪车，对比之后差距一目了然。传统燃油豪车赢在老牌底蕴和机械质感，但功能单一，智能化落后，而问界 M9 把智能、舒适、实用、节能全部融合在了一起，刚好是伦敦市场最缺的差异化车型。再加上伦敦正在努力推进碳中和政策，问界的双版本布局完美契合当地的低碳发展规划，也难怪他直言非常看好这款车落地伦敦。可能还有人疑惑，凭什么问界能频频获得海外高官的认可？答案全部藏在实打实的数据和荣誉里。问界品牌只用46个月就完成了100万台整车交付，创下国产高端品牌最快100万交付记录。2025年全年交付42万台，直接登顶中国豪华车品牌销量第一，彻底打破外资品牌的长期垄断。品牌价值方面，问界以34.48亿美元跻身全球豪华车品
品牌价值前10，是整个榜单里唯一的中国品牌。单品成绩同样能打，问界 M9 连续2年拿下国内50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更厉害的是，它是全国唯一入驻国家博物馆的新能源汽车，也是“14+5”工业主题展唯一展出的新能源车。从塔吉克斯坦总统到多国经贸代表团，无数海外高端人士的认可都在印证一件事：中国高端造车真的站稳了世界舞台。如果说问界让中国品牌站稳了50万级豪华市场，那最近这款新车直接把国产汽车的天花板硬生生抬到了所有人不敢想的高度。没错，就是全新尊界 S800 Grand Design 典藏大观，定价一出，全网直接炒翻。138.8万一台 1.5T 配朝阳国产轮胎的国产车，到底是谁给的勇气敢卖到100多万？小编特别理解大家的质疑，换做10年前，别说138万的国产车，就算50万的国产豪车都会被全网嘲讽。那时候我们的认知很固化，100万豪车必须是大排量多缸，进口顶配，100年海外底蕴，国产车只配做家用代步。但今天小编想问问大家，新能源时代我们评判豪车的标准难道还停留在10几年前的燃油老思维吗？很多人吐槽这款车不值，只盯着发动机和轮胎看，但真正的豪华，真正的高端定价从来不是靠单一硬件堆砌。20年前大家也质疑雷克萨斯凭什么比奔驰贵，如今再看是不是早已被市场认可。尊界这款车争议的本质也是一样，大众还在用燃油车的标准去定义一台新时代的中式顶级旗舰。咱们先看看最直观的设计，现在很多国产豪车总被吐槽模仿超跑，模仿海外旗舰，但尊界 S800 典藏大观真的做到了独树一帜。它没有抄劳斯莱斯的中网，也没有学迈巴赫的线条，全程立足中式建筑的对称、留白、秩序美学。整车车长超 5.4 米，轴距超 3.3 米，站在那里自带沉稳大气的旗舰气场，不浮夸不张扬，但自带高端底蕴，越看越耐看。作为典藏版的顶配车型，它的细节质感完全甩开普通版本，专属双拼定制车漆，光影层次远超普通金属漆，金色微标专属腰线，21英寸定制轮毂，细节镀金点缀不是俗气的堆砌，而是恰到好处的身份彰显。单论外观气场，完全不输任何100万级海外旗舰。拉开车门，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顶级豪华座舱。传统豪车喜欢无脑堆真皮、实木、金属，看着华丽却没有灵魂。尊界不一样，它把所有材质重新重构打磨，全车大面积天然木饰板，保留原生木纹和自然肌理，不刻意对称，留住了木材本身的生命力。全车可触碰区域全覆盖细腻小牛真皮，手感细腻温润，层次分明。实木真皮拼接方向盘，水晶旋钮，精密金属按键，每一处阻尼，每一次触感都做到了顶级水准。而它真正的核心杀手锏，毫无疑问是后排4座行政座舱，零重力独立座椅，多维度按摩通风加热，腿托肩托全覆盖，人体工程学拉满，后排车载冰箱，无线充电，折叠桌板，专属香氛一应俱全，搭配隐私玻璃和主动降噪，关上车门就是一间静谧奢华的移动会客厅，商务属性直接拉满。智能层面，它搭载华为最新鸿蒙座舱，告别死板的单一指令控制，能够识别连贯语境，联动全车功能，一句日常口语就能同步调节空调、遮阳帘、座椅通风，一句办公指令就能自动切换会议模式。这种拟人化的智能体验是很多传统100万豪车完全不具备的。智驾方面更不用多说，华为乾坤 ADS 5.0 全站自研系统，对标 L3 加级，自动驾驶，全车360度无死角感知，高速城区窄路复杂天气都能从容应对。底盘更是它的王牌，全铝合金悬架，前双叉臂后5连杆，800伏高压全主动悬架加图灵龙专属平台，能够提前预判路况，毫秒级调节车身姿态。小编觉得，在新能源时代，这套智能底盘的技术价值早已远超传统大排量内燃机。动力上，很多人嘲笑 1.5T 排量太小，但大家要明白，新能源时代比拼的从来不是气缸数量，而是电控、底盘、智能算法的综合实力。除此之外，它还支持全方位私人定制。
20万的锦绣繁华套装，50多万针的手工刺绣星空顶，桑蚕丝靠枕，每一处工艺都是顶级手工水准，对标顶级奢华车型毫不逊色。当然，有争议的地方我们也不回避。第一，官方宣称的 L3 加脱手自动驾驶，目前几乎没有车主敢日常尝试，实际落地体验还有待验证。第二，专属调教的朝阳轮胎，即便性能对标国际一线，依旧很难打破大众的固有认知。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如今尊界 S800 的市场销量已经稳稳超越奔驰 S 级、宝马7系、迈巴赫 S 级这些老牌旗舰。它138.8万的定价卖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发动机和轮胎，而是中国汽车工业第一次完整打造的纯原创的中式顶级豪华旗舰。它或许还不算全球最顶尖的豪车，但它的出现足以证明中国造车也能不靠模仿，不靠堆砌，做出让市场买单的100万级豪车。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